漂亮叔叔，你救了我们的命，你做我们爹吧，我们反正没有爹。爹爹，你娶我们娘亲吧。你们很可爱，可本王不想喜当爹，你们快回家吧，别让你们娘担心。王爷还真别说，这俩娃和您的眉眼挺像的。6年前，本王在百花楼执行任务，众妹要碰的姑娘，应该是个继子，不可能有孩子吧？那日天黑，也看不清她的模样，而且有个乞丐刚进去就被本王打晕丢出去了。也是，属下去打听有没有继子有孕，老鸨说没有，应该就是个普通的继子。不过那日百花楼好像发生了一点事，但是消息被封锁得很快，属下也不知道是什么事。百花楼卧虎藏龙，有点事正常，我们不要暴露身份就好。走吧。娘亲，一个漂亮叔叔救了我们，我们想让他做我们爹，他不肯。他和宝宝挺像的，要是做我们爹多好呀！他自称本王，身份应该挺尊贵的。当初我被丢下悬崖，身受重伤，被神医所救，还治好了我的脸。后来我发现有孕后，想打掉，神医说我体质打了就难再有孕。虽然孩子很可爱，可他们的爹我不会放过。若曦啊，我已经对外宣称你是我的关门弟子，叫玉真娘子。我已经将衣钵尽传于你，你可以出山复仇了。师父，谢谢您给了我第2次生命。老夫这一生救人无数，听到你的遭遇后，才明白一个道理：有些人是不该被救的。所以，以后你不需要想着什么医者仁心，不该救的恶人都不要救。徒儿谨遵师父教诲。哎，是玉真娘子，以后我们百姓有福了呀！她可是敢和阎王抢人的陪神医的唯一的弟子呀！你们准备好下地狱了吗？我派人给爹下了特制的毒，他差人请我来医治，我要让他和娄月狗咬狗。他不仅背叛了娘，还如此害我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。玉神医，老夫不想死啊，求你一定要救救老夫。你中的毒很特殊，需要一味药引才能解毒，那就是你亲生女儿面部之血，要连续取3天，在面部不同的位置取。那不就毁容了吗？对，会毁容，但只有这样才能救你的命。不过我听闻你唯一的女儿6年前就跑了。孽女，你自己不知廉耻，丢了清白。如今你无儿无女，我也没有办法救你。我还有个女儿，你等我叫她来。月儿，你救救爹。我需要你面部之血做药引，才能解尚书大人之毒，需要分3天取3次，在不同部位。你会毁容。我不同意，女子面容何其重要，什么玉真娘子，你到底行不行？参哥哥，我们走。多可笑啊，爹，这就是你毁了我也要宠爱的女儿。大人，我听闻七王妃以前是你府里的丫鬟，后来被你认作了义女，她该不会是你的私生女吧？这私生女啊，就是自私，居然见死不救。你想活命，看来心要狠一点啊。娄月，老夫为了你做了那么多缺德事儿，你居然见死不救！来人，去偷偷把娄月给我抓回来！娄月，你终于落在我手里了。3日后，我就要嫁给灿哥哥了，我们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把他送去百花楼，让我找的那个乞丐去，毁了他的清白。彭若曦，过了今夜，你就会身败名裂。我看你还怎么做七王妃。灿哥哥只能是我的。这一次，
我要狠狠地毁了你的脸！贱人，你居然敢这么对我！王妃，你不要怪我，是尚书大人派人把你抓回来的。他说这是你欠他的。娄月，这只是开始，我会把你们家住在我身上的伤害加倍还给你们。灿哥哥，就是这个玉贞娘子毁了我的脸，我要你杀了她！你好大的胆子！王爷，这是尚书大人的决定，你可别怪我。娄月是私生女，那当初尚书大人的嫡女消失的有点蹊跷啊。此事我已经告诉了我几个朋友，我若是在这里出意外，你们的事必然要传出去，对您的名声恐怕不太好吧。若被父皇知道，本王就完了。七王妃的脸我可以治好，不过我要去王府住半年，给她慢慢调理。贱人，等你治好我的脸，我就把你送去青楼，再毁了你的脸，让你和娄若曦一样不得好死。漂亮叔叔，你是来做我们爹的吗？娘亲，你不是说不知道我们爹是谁吗？要不我们和漂亮叔叔滴血认亲吧？宝宝觉得他就是我们的爹。你是来娶我们娘的吗？高真，原主，不许胡说。你们是御神医的孩子，可真是太巧了。御神医，本王征战多年，患有头痛顽疾，特来求你医治。你救过我的孩子，我救你是应该的。我看了你的脸色，就知道你的病症所在了。要你拿回去，一日服用一次，吃完这瓶药就康复了。御神医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我自幼跟随师傅，没有见过外人。王爷，认错人了。本王居然觉得他身上的兰花香气和那日百花楼的祭司很像，定是错觉。玉神医，你最好能治好我的脸，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。你安心，半年后你的脸定比剥壳的鸡蛋还要白嫩。娄月，我会把你从我这里抢走的一切都毁掉。王爷，我听府里下人说，6年前王妃小产后便再难有孕，我替她瞧过了，有办法医治的。真的？劳烦御神医替王妃医治。我倒是有办法治好她，只是怕她不愿意配合呀。月儿做梦都想要孩子，她一定会配合的。那就是让你和她同时连续服用半年的人中黄。什么？人中黄？只有这个办法吗？我会调配其他药，但人中黄是必须加入的药引。只要半年，我保准你们喜得麟儿。若你和他不愿意服药，你就只能纳妾了，否则就只能绝后了。好，一切由御神医安排。哼，你们都被我下了绝子药，我纯粹就是想让你们吃点恶心的东西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王妃，这药虽然恶心，但是为了圆你做母亲的梦，你和王爷都必须坚持喝半年。这么恶心的东西我才不喝！王爷，王妃不愿意配合，你只能纳妾了。月儿，我们成婚6载，父皇已经不止一次催本王纳妾。你要是不愿意喝药，本王只能纳妾了。这药本王也得喝，你可不要太矫情了。好臭！千万别吐出来啊！王妃，为了孩子可要忍住啊！叔叔，我们出去玩。叔叔，我们去玩爹爹和儿子的过家家游戏好不好呀？你们真可爱，本王何时能生出你们这么可爱的儿子就好。宝宝们，一定要让石文灿渴望要孩子的心情达到顶峰。娄月，我不仅要让你喝最恶心的东西，我还要让你名声尽毁。王爷，这俩娃娃居然找到你了。漂亮叔叔，宝宝来找你玩了。听说你没有孩子，我们做你的孩子好不好呀？宝宝非常喜欢你，你做我们的爹爹好不好？王爷，这俩孩子看来是赖上您了，不如您就认他们做个义子吧。宝宝们，本王很喜欢你们，但不能做你们的爹。不过以后你们需要帮助，
可以随时来找本王。高瞻、原主，你们怎么跑这里来了？娘还以为你们丢了。娘亲，我们想要这个漂亮叔叔做我们的爹爹，可他不同意。宝宝好想要个爹爹。那个王爷，孩子小不懂事，打扰您了。玉神医，你的孩子很可爱，也很聪明。他们的爹呢？死了。好啦，宝宝们，我们走。这不是本王那日丢在百花楼的玉佩吗？难道那日的女子是她？玉神医，这块玉佩是哪里来的？这玉佩是当初我在百花楼捡到的，应该是那个乞丐偷的，不会是王爷的东西吧？我不能让他怀疑我的身份。哦，这是我师父在街上买的，王爷要是喜欢，就送给你了。唉，本王竟然会有一丝失落。玉真娘子，为何3个月了，我的脸一点康复的迹象都没有？半年后，我若还不能恢复容貌，我定让你不得好死！王妃，你急什么？我的医术你还不放心吗？只要你配合我好好服药，半年后，我保准你美貌回归，喜得连连。来，喝药了。今日的药为何比往日的更臭了？因为到了第2疗程，药方有改良，你安心喝。母凭子贵，想要得到王爷的独宠，可要吃得了苦啊。娄月，实话告诉你，你每天喝的都是各种动物最新鲜的秽物，你永远都做不了母亲了。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把他送去百花楼，找一个最脏的乞丐。哼，娄月，你也体会一下百口莫辩的感觉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何要挟持七王妃？你最好有个说服本王的理由。若曦，你爹不是说你与人私奔了吗？我是被他们陷害的。娄月是我爹的私生女，其他的我不想多说。希望王爷不要阻止我复仇。你不让我们娘复仇，就娶她。爹爹，你要把娄月送到哪里？本王派人给你打掩护。娄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是他先勾引我的，不关我的事儿。可恶，我怎么说不出话了？王妃，尚书大人居然真的把你送到这里来了，他也太恶毒了吧！你可是他的亲女儿啊！上次你不肯救他，可最后还是你救了他呀！贱人，一定是你在害我！王爷，你快去洗手！被你杀死的乞丐不仅有麻风病，还有花柳。王妃肯定已经被感染了，要赶紧将她隔离起来。来人，把王妃带回王府。哼，娄月，你被我灌了哑药，我要你百口莫辩。王爷，王妃的身体已经康复了，可以再次有孕了。可是尚书大人激动跑来，说什么娄若曦要和他索命，必须要让王妃和他同样遭遇，才能放过他，就把王妃拉走了。可恶！说那件事被捅出来，我的前途就完了。王爷，尚书一直说什么要去揭发你，他像是得了失心疯。娄月，好久不见啊，我来送你们下地狱了。可恶，他居然还活着！哼，爹的毒是我下的，我就是要找个借口毁了你的脸。我给你涂的药只会让你越来越严重，疤痕永远都不会消失。给你们喝的都是秽物，你们早就被我下了绝子药，永远不会有孩子。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别急啊，我会治好你的哑症，我还会把你们都送进地狱。王爷，谢谢你的帮助。本王不知帮你是不是错，你可否把事情的原委告诉本王？是我爹娄月，还有石文灿设计，让我在大婚前清白被毁，然后毁我容貌，将我丢下了悬崖。
就是为了让娄月这个私生女名正言顺做七王妃，他们早就珠胎暗结了。虎毒还不食子，娄尚书也太狠了。石文灿也是眼瞎，娄月哪里能和你比？哦，对了，你孩子的爹找到了吗？那日我是被他们送的。王爷，陛下有急事召您进宫。我们下次聊，本王失陪了。我被乞丐玷污的事，还是不要告诉任何人了，不然孩子们将来也抬不起头做人。岳丈大人，本王不会杀你，会对外宣称你游山玩水去了，把他带走。王爷，你为何要囚禁我？哼，你把月儿害成这样，本王不杀你就不错。我没有说呀，放我出去啊！王爷，你还想和王妃在一起吗？若还想，我还是可以治好她的；说不想，我就该离开了。如今他这么脏，本王可不想碰我。本王很喜欢高瞻和元卓，不如你就和他们留下来做个辅医吧。好啊。王爷，你的汤是我和妹妹做的，你快喝呀！你没儿子，以后我们孝敬你。王爷，宝宝最喜欢你啦！宝宝们别乱说，王爷以后会有自己的孩子。御神爷，本王可以看看你的容貌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娄若曦，你居然还活着！本王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？我儿子熬的汤好喝吧？加了很多软骨散呢。来人，给娄月灌药。娄若曦，你这个贱人！娄月、石文灿，你们早就被我下了绝子药，那半年的调理药都是各种动物的秽物，恶心吗？娄若曦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？石文灿，你说我恶毒，不觉得可笑啊？我是怎么变成这样的，你不清楚吗？孽女，你居然连亲爹都不放过！你算什么亲爹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为了一个私生女，毁我名声，还要杀了我！你可真是我的好爹爹呀！你不是好好的吗？还不快放了我！你伤害我可是大逆不道，要遭雷劈的。错了，只有坏人才会遭雷劈，我娘又没有做错什么。娘亲是这个世上最好的人，还有一个就是漂亮叔叔。希儿，本王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本王吧，本王娶你为正妻。石文灿，你怎么可以背叛我？你说过会永远爱我的。你闭嘴！若不是你的勾引，本王和希儿一定会很幸福。我对外宣称你们三个都出去游玩了，我暂时不想杀你们，我要和你们慢慢玩。来人，给他们每人喂一只蛊虫，我要他们生不如死。这些是石文灿全部的家当，都拿去捐给穷人，就说是摄政王捐的。为何要以本王的名义捐？感谢王爷没有揭穿我呀！如今他们中了我炼制的百虫蛊，每日都会受噬心之痛，却死不了。我暂时还不会走，等我处理完了一切，我和王爷你也许就永远没机会见面了。宝宝想要叔叔做爹爹，不想走。宝宝也是。可娘配不上王爷啊。若你无处可去，可以去找本王。虽然我和他并无过多交集，可不知道为何每次看到他，我的心就会特别的安宁，甚至想着说他就是宝宝们的爹就好了。可惜啊，我和他永远都不可能。希儿啊，是爹的错，还是你懂事？娄月就是个低贱的玩意儿。爹，现在说这些未免太晚了。
我已经将你们的罪行告诉了陛下，并且告诉了所有的老百姓。如今外面的人都在诅咒你们3个出游路上回不来，陛下也罢了你的官，并且将石文灿贬为了庶人。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？陛下，求求您放过我吧，我一定亲手杀了娄月。你做梦！我已经将尚书府的一切都变卖，等我报完仇后，我会带着孩子们远走高飞。爹，我不杀你，但我要你一无所有。来人，将尚书大人送进乞丐群做乞丐。你们2个，我要怎么折磨呢？来人，废了他们，一起丢进乞丐窝。王爷，我要带着孩子们远走高飞了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不如留下来吧。高瞻远主经常来找本王，本王也很喜欢他们。你可以一直留在府里，做个府医的。不了，这里的一切事物都会勾起我不堪的过往，我想走得远远的。唉，也罢，也许离开更好吧。我和王爷并没有太多交集，可为什么我有点舍不得离开呢？可我哪里配得上他呢？还是走吧，免得留下来徒增烦恼。高瞻，这是遗传病急性发作，必须要他亲爹的血入药才能治疗啊！王爷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要找到孩子的亲爹。宝宝怎么了？他们的亲爹是何人？他这是隔代遗传病，他们的爹应该是个乞丐。当初娄月把我打晕，送进百花楼，找了个乞丐玷污我。那块玉佩就是乞丐丢下的，其他线索我都没有。真的？你居然真的是当初那个女子？太好了，高瞻远主果真是本王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那日本王去执行任务，中了媚药，打走了一个乞丐，碰了一个姑娘，玉佩还丢在了那里，所以那姑娘就是你。难怪你身上的气息那么熟悉，高瞻远主和本王这么像，这么有缘。高瞻的病情已经稳定了，没想到那日的人是你，我真的太幸运了。若曦，既然我们这么有缘，那我们成亲吧。可是你也不喜欢我呀，为了孩子勉强成亲，我怕耽误了你。可本王也不讨厌你啊，我们可以先婚后爱的。嘿，宝宝终于有爹爹了。我是尚书，我是尚书。我真的是王爷。娄月，你想不到吧？当初毁我清白的是摄政王，我现在是摄政王妃，而你只是一条丧家犬。我真的挺感谢你们的，给我找了这么好的夫君。凭什么你的命这么好？我不甘心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们回家吧。阿川，我们在一起1年了，我还没有问过你，你爱我吗？肚子都揣了崽了，还没发现本王的心意吗？本王当然爱你。